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外面歹人多，我怕你识人不清，让人给卖了。见过杨警官，在下白胜。白郎君是哪里人啊？南诏人。以何为生？祖上的产业够用了。来这益州所谓何事呢？慕名而来，过来看看热闹。哟，这是慕谁的名啊？杨警官，这是在盘问在下吗？身为益州的警官，关乎锦业的一草一木、阿猫阿狗，我都有义务盘问。昨夜我与季娘子生死与共，季娘子比较了解我，要不然你问问她。哪有你说那么夸张？不过就是抢个生意罢了。不过是一起做生意罢了嘛。其实也不止生意了。阿月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回家，我阿娘就要把我逐出家门了。想走？那个人得放我们走啊！我真的看不出这两根丝有什么区别。我也看不出哎。那一起对比看，现在能看清楚了吗？哎，这束好像颜色更浅淡些。蜀锦是千丝万缕织成的，每一根线颜色差了一点，整副锦便会差了1倍。你们先从这一把看，再一根一根往外拿，直到你们的眼睛能够适应，即便是2根对比也能看出差别。那你们就会知道用什么样的颜色能事半功倍，锦上添花了。这不是那些警户要学的吗？若我们能帮他们做好这一步呢？如今我们飞花会不仅有朱颜驼，还有蜀红丝，还有各家的特色丝线。但是想要再上一层楼，我们不能只染丝，也不能只卖丝啊！哎，那还卖啥子？只要买我们的丝，肯额外付钱，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的锦样挑丝配色。关键现在没人买咱们的丝。你拉我咋子？他早晚都得知道。哎呀，赵修元的贡锦搭配呢，跟杨家不是一样雨露均沾的，他只分给与他投诚的警户们，那一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样子。那别人知道你得罪他了，你根本就不敢来我们飞花会买丝了。那外面好多人还说你得罪了牛副都督，那旁的人就更不敢来了。我的确是得罪了牛锦，你们如果……哎，如果什么呀？那我们都上了贼船了，还让我们马上下去啊？哇，我跟旁人说，我跟季莹莹毫无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那谁信呢？对呀，就是。而且现在只是益州的警户不买我们的丝嘛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其他人买噻。你们听说没得？最近几天藩市来了一个大富商，有钱的很，对，买过锦1掷千金呐！1掷千金？不止如此。他把所有想卖给他的锦都放在府门口展示，让众人品评。阿娘，阿娘，我都好了，不必喝了吧？益气补血的。益气补血。啊，阿娘苦。阿娘一个不够，
阿娘怎么了？我惹她生气了，现在除了喝药吃饭一概不理我。哎呀，这天下当阿娘的，果然都一样厉害。还有谁？我阿娘啊。这样我舒服多了。平儿怎么还没来？嗨，他又被他娘拉去相亲了。啊！他又去相亲了？不行，爷是他的英雄，也得去救他。我是不会出这儿会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他弟弟就是个霍金，成天捣我能惹事儿。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？在加入赛华会之前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离经叛道过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真嫁不出去了。嫁不出去就不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说，我啊！不，你别生气，拉着我！不，别，你先走，不，别生气，不，你放心，我去哄他啊！放心，不啊！平儿，你阿娘是不是又逼你相亲了？曹世泽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平儿，别的郎君没有演过，不代表天下郎君都没有演过。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子。求你了，别说了。平儿，你放心，你阿娘再逼你相亲，你就说也愿意娶你。闭嘴！只要你娶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嫁人，我不嫁人。你不嫁就不嫁，你别哭啊！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跟着我了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。小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又跟你阿娘吵架了？离家出走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。哟，别哭，没关系，那你就住我家，我阿娘可喜欢你了，再巴不得你天天住我家里。我是说，我不知道以后要去哪。我明白，你别着急，先走着呗，走着走着，说不定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正面。他已经欠我第3壶酒了啊！阿姨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，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呢，不怕啊。哎呀，希望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一掷千金，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图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玉石，各种珍稀的玉石，看一看。这位朋友，看一看我们这儿的玉石。哎呀，现在益州城的锦户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谢谢，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真好。打劫还送个饼，饼不贵，5斗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藩
真是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一个的大饼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锦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。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锦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锦1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锦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锦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，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1文不值。这锦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。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。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，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蟹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蟹壳青就是蟹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那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
郎君饶命！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吧？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，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姬莺莺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一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锦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相信季娘子赏鉴一二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。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副对阳几何纹锦，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副花瓣团颗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副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俱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、一个契机，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。那，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
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构景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，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。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莺莺，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贡景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牛丝入侵，买下它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，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你说，我师父既然已经知道这青城山上有问题，他为何不上我救援？除非他已经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了。我本以为把这山上的动静闹大，将一切揭发，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可谁曾想，这权势竟可如此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这还是牛瑾忌惮我身后有人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师父当年那可是单枪匹马
面对的只会比我们如今更惨重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第一个回来探查的人一定是我，所以给我留了线索。他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给那些侍卫，也是在告诉我，这山里有问题。你师父真是草蛇灰线，用心良苦。可他既然笃定了我会回来，就应该留下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线索才对。小戴，没有留下线索，那是因为前两任警官糊涂啊，临死了也不知道留下线索呀。纵使峡谷香，不灿世上英。这是我师父在告诉我，即便身死，尸骨也可留证。去帮我拿把铁锹。我提一句啊，这可是你师父的坟，随口说的一句话也能当真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懂他，我相信他，他就算拼死也会给我留下线索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不能靠自己将益州案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求师父再指引徒儿一次。身手不错吧？没看看是谁的徒弟？老头儿，叫师傅。诸葛，你过来。我师父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伤，但唯独这一块，这上面的伤痕不同。看痕迹走势，定不是外人所伤。那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。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，什么人都不敢再相信，他只能一刀为笔，以自己的尸骨做纸，给我留下线索。老头儿，话我收到了，我一定会把害你的人都揪出来，给你送去磕头赔罪。金娘子，这里请。家主正在见客，请金娘子稍后。没关系，都是蜀锦人家，一起聊聊。听着声音像，没想到还真是金娘子啊！白郎君为何在这儿？余家百年锦业有一些珍品，倒也合理。白某今日是来买余家锦房的，
昨日白郎君才与我说，你不懂景，也不做生意。昨日听季娘子一番话，颇有感触，觉得试试也无妨。更何况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白郎君出手还真是不凡，这偶有所感，便要吞下这益州城3大景户之一的余家。白某倒是觉得，既然要做生意，自然是越大越好了。季娘子来了吗？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请。于掌柜，杨夫人。季娘子啊，上次购买丝线的余款呢，我已经让人给备好了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账房核对收取。还有季娘子提出要与锦房合作，由飞花会帮忙挑丝配色，这个事情，就看新掌柜是否答应了。新掌柜已然定了？哦，还没有。不过你可以听一听，看看哪些条件能让你满意。不知二位出的什么价格？哦，比市价高出30%吧。于掌柜，杨家出的价格虽比不上白郎君的高，但我们杨家多年织锦，如果锦房放在我们杨家手上，那定是源远流长，绝不会辱没和亏待了你的工匠们。季娘子，你看我们两个谁更顺眼呢？白郎君许以高价，杨夫人重在情义，两位都是诚意十足。但依我看，两位的价码都不够打动人。余家100年，就这般改弦更张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于掌柜操劳一生，将余家锦发扬光大，是再高的价码也无法买到的。商业沉浮，有辉煌就有没落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曾是季家的旧宅。季家锦当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呢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于掌柜，今日我前来想跟您聊的也是这桩生意。飞花会愿意出一笔钱注股余家，从此飞花会出丝，余家织锦，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，又能保住余家的招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季娘子可知道你口中的两全其美得花多少钱呢？昨日你还说处境困难，怎么，今日又能拿出钱了？昨日我与白郎君说，是以为你我能合作，不想今日我们变成了竞争敌手。白某若是可以顺利地盘下余家锦房，定跟季娘子构思合作。于掌柜知我从不空口白话，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求于掌柜给个机会。这个事儿呢，再允许我考虑2天吧。于掌柜，您若有顾虑，可以直言。听闻于掌柜想要卖锦房，还有比卖给锦王更为稳妥的选择吗？于掌柜不必急着答复，我今日来，主要是为了顺路送个人。阿公，希儿，
希儿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啊？我不过是在路上偶然遇到他。听闻于娘子心若稚子，不谙世故。于掌柜可要照顾好您的孙女，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多谢赵二夫人送我希儿回来。我在赵府恭候于掌柜。希儿，你没受什么伤害吧？阿公，我没事。那位戴面具的娘子，想要伤的并不是我。于掌柜，季娘子，没有我的陪伴，我希儿是向来不会单独出门的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于叔可以没有谨防，但是我绝不允许我希儿有半点受到伤害。承载了权势，生意便不只是正经生意了。杨警官，愿你早日砍了这些魑魅魍魉。诸葛，你过来看看，有什么印象？哎，你把它转一圈。这图案好像是都运官调令背后的花纹啊。你确定？说好了的，动手归你，动笔归我。来之前，我还特地看了蜀锦所有的消息与公文。都运官，可是蜀地的都运官都是由节度使指派的，而且每年每次指派的都是不同的人选。那就都见去。你要去见节度使啊？牛瑾虽然与节度使在不同地方驻军，但你要是见了节度使，怕他也会知晓啊。杀人的不害怕，救人的就要躲起来。这世道不对。我要让他改一改。此事要不要告诉季娘子？哎，不必了。缉拿凶手，天下大白，是我们该做的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百姓，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做他的生意，平平安安地过他的日子。好。茵茵，要不咱们还是敲门吧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于掌柜，他说不见客，那就是不见客。他不见客是又不想卖景房了吗？你说一个人要卖掉自己的景房，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他若是想要钱，那个白郎君能一掷千金；他若是想要于家的工匠和技艺有所依托，那杨家是不二人选。他若是想保住于家的产业，又想渡过难关，那就应该选我。可是他谁都没有选。难道是因为牛五娘胁迫了他？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。况且，若他真认了牛五娘的威胁，现在于家景房都姓赵了。如今他闭门不出，他应该是在犹豫。
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卖掉景房，也说明我们给的价码都不是他想要的。那他想要什么呀？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啊！告诉你，在余家有一个人比余叔还了解余叔。你又输了。鸡能生蛋，蛋能生鸡。那你说这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？哎呀，白某不知啊。这么快就摸清了于掌柜的底，果然不能小瞧了你。猪有来世，又会变成人。哎，那你说这人是人还是猪呀？你说这脑子里面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呢？他们都说我瓜，可我觉得你比我还瓜。哎，你。季娘子，于娘子，白郎君也在啊。季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白郎君为何而来，我便为何而来。怎么，这是下不过于娘子？哎呀，这如你所见呐，这属于满盘皆输啊。于娘子好厉害呀！你阿翁在家吗？哦，我阿翁过几日要出门，他收拾东西去了。出门？出门去哪儿啊？和大白狼一样，你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还差1步，你还差7步，你只要大于7，你就赢了。正好7步哎，你赢了。这局不算，我输了。刚刚这个不是5，是4。啊？那他为什么会自己变呢？我季英英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，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只是一个游戏罢了。金娘子，你应该还记得你的来意吧？还玩一局吗？不用了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你说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阿翁不筹备卖景房出去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想买景房，可我阿翁，他想要这个。余家的景向来古朴厚重，余掌柜的儿子曾想复原这古北村的古纹样，却不胜于此，意外殒命。这么多年，余掌柜一直想要完成他儿子的遗愿，但终未能成。这是他心中一直的遗憾，也是他迟迟不肯卖掉景房，却又无心经营的根因。所以我们去古北村拿到这纹样，就能说服余掌柜了吗？但愿吧。爹，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，这才叫嫁出去。哎，你可不信这么说，回头你阿爷阿娘又说我了。没有赢。抓到我就给你这个旗！快把旗给我！快把旗给我！阿姨，你看，那旗子上的花纹和图案上是一样的。但那是画的，形状虽然一样，但没有图案上的明暗变化，细致纹理。应该是他们对着旧本景简易临摹。那是我看错了。那你就再去细看看，说不定还能瞧出别的什么来。像你这样善良温婉的小娘子，他们定是愿意给你看的。那我先去了，一会儿来找你们。小娘，让他去吧，总得让他看看这世上还有别的道。那他要怎么走，他自己选。祭祀了，老王，快点快点！
祭祀，今日他们祭祀，走走走，我们也去。异乡人止步，还请见谅。多树多土，亦有高陵，万亿箕子，为酒为邻。没想到这区区几日就见了4回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挺有缘的哈。白郎君果然还是来了。季娘子为何而来，白某就为何而来。看来白郎君对于家那景房是真的想要了。之前看着像假的吗？看来今日要好好争一争喽。李正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，也算是帮助我一下。我这辈子呢，没有别的执念了，唯一的就剩下，这方图样了。这是圈子的一个心结，也是我的一个心结。请你在我有生之年，让我再看一眼吧。您是知道的，就是令郎在村中出事后，为免外乡人沉湎于圣物，深思不熟，遭遇不测，我们才有了这外乡人止步的规矩呀。没想到啊，这于掌柜还挺有执念的。白郎君没有执念吗？有啊，白某的执念是蜀锦，怎么，你不信吗？我信啊，有何不信？季娘子呢？你有执念吗？也是锦啊。帮我拖住他。白郎君，我是茵茵的好友，一周月不还酒馆掌柜，幸会。幸会。于掌柜。哟，季娘子。于掌柜。季娘子，是听到希儿说我在这儿吧？季娘子是为景房的事儿来的。是。也是为了一份百年传承、爱景之心而来。您是知道的，我季家也有季家的执念，所以我能懂您，也想助您。不为贤主，只为重现蜀红，老夫真是敬佩季娘子啊。只不过我于家就没有像你这样的传人。莹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白胜呢？他跟我客套几句就走了，说是要在村里转转，可惜了，还想跟他比划几下。他会舞？下肢有力，吐纳均匀，不仅会舞，还很厉害。
竟敢擅闯我们的祠堂！有人偷文锦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什么？偷文锦了？站住了！别让他跑了！走，快抓住他！李正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于掌柜，我们村子赤城一带待你更是奉为座上宾，你却带着这些外乡人偷走了我们的圣物，这就是你们的做客之道吗？你说什么？文锦弄丢了？定是你们这些外乡人里应外合偷了我们的文锦。对，把文锦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快说，把文锦偷好了！把文锦交出来！到哪了？快点给我交出来！说。金娘子，救命啊！金娘子啊！外乡人，我也去找人。你们几个外乡人，肯定和他是一伙的。文锦不在他的身上，定在你们身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都没有进过那个大门。不信，你可以问他，他可以作证。那会儿他们想进来，被我拦在门外。我看到他们往村子里去了。那你们几个外乡人来我们村里干什么？肯定是别有企图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搜我们的身，我们也可以陪你们把那个人送去官府。官府一查，便知道我们与他只是萍水相逢。哎，金娘子啊，你这见死不救，怎么还落井下石呢？于掌柜，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纹样在哪儿吗？您是有所不知啊。这个金娘子可聪慧了，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帮你找回纹样。金娘子，如果说您真有办法的话，您就说出来。老夫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别的执念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副文锦了。你要是真能让老夫得见一面，那谨防我拱手相送。凤娘子，求您了。一言你想清楚了，一旦开口就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人，我护不住你们。那纹样不是他偷的，人赃并获，你说不是他偷的就不是他偷的。以他的智谋和身手，若是真偷了，你们根本都抓不住他。只有这锦不是他偷的，他才甘愿束手就擒，拉人下水，静观其变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这寥寥几日，金娘子竟然对白某如此了解啊！这位娘子若想救他，便拿出凭证。我没有凭证，但我能帮你们找到真正的贼人，找到那纹样。此话当真？何妨一试？若找不出，你们都将被埋在土里，向祭神请罪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想劳烦李正带我先去祭拜一下，请祭神保佑，找出真凶。你别祭拜人，不能随便的进我们的祠堂的。你们不相信我们，难道不相信你们的祭神吗？诸位，我已得到了祭神的指示，今日定能抓到真正的盗贼。李正，我现在需要一盆清水和一碗草木灰粉。你们两个快去准备。你们那文锦，我之前远远看过，底色交杂了绿色。从前染绿色只有一个法子，便是用矿石。而矿石之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，沾上草木灰水之后将会变红，并且10日之内都不会褪去。大家看，我的手并未变成红色，因为我根本没有碰过那个锦。李正，劳您伸手。你们看，他的手红了。李正碰过内锦，所以他的手会变红。
这位白郎君，来，让白某也来试试。诸位，莫慌，白某不跑。来，应该不是的。如此，我们可清白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验一验每一位村民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验。这个水怎么会变红呢？就算这矿石里面有这特性，100年过去了，还能有效果吗？我不需要跟一个窃贼解释。哎呀，白某也是好奇，想去看一看那个井，谁知道会碰到这个事儿呢？太冤了！你明明可以逃脱，为什么非要拉我们下水？白某若是逃的话，那叫畏罪潜逃。而且如果我跑了的话，那真正的窃贼不就逍遥法外了吗？金娘子，这水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啊？还请季娘子告知。祭神在上，民女幻花染房季家后人季莺莺，此次前来古北村，的确是想瞻仰文景文样，却并无亵渎之心。祭神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民女一般计较。是。祭神告诉你方法了？没有。那你说是？但他告诉我，若你能配合我，这个事情便有解。季娘子，祭神面前不可以乱说话的。怎会？祭神也是知道我在帮他呀。如今已别无他法，为何不试一试呢？若是能找出来，大家相安无事；若是找不出，你也大可把我给埋了。好，劳您伸手。您将这个粉末搓匀了，也没什么玄机，仰仗理政配合罢。哦，白某明白了，季娘子这赌的是人心呐。但是万一这不是村里人干的呢？能比白郎君下手还快，并且能迅速贼喊捉贼，除了村里人，我想不到别的答案。有道理。六儿，你去哪儿？我又没有偷文锦，我干嘛要验啊？我家里面还有事呢。把他拉回来！凭什么不验？我没有偷文锦，我没有的，我干嘛要验呀？我必须验。六儿，你偷文锦了？我没有，没偷为什么不敢验？验，必须验！对，验，必须验，必须验！把手伸出来！伸手，伸手，验，必须验，验，伸手。妾身恕罪呀，妾身你恕罪呀，我也是卑鄙无德呀。六儿啊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文锦你都敢动啊！你活腻歪了你是想被天埋是吧？李正，我真的是卑鄙无奈呀！你是知道的，儿子前段时间得了病，我现在实在是没钱给他看病了。如果神真的保佑我的话，他也不会怪我偷了他卖钱给我儿子治病啊！文锦被你卖了！卖不了了，我偷文这事太紧张了，手上失了金主，我已经这样了。六儿，这么简直罪该万死！就是全村的罪人你！我承认，我罪该万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太穷了，与其守着他，倒
要不是把他给卖了，给大家分点钱，不光是我们家，庄二三兄的根本，连我哥的小木头，哪一个不是因为特别没钱看病，惨的吗？就让你这女茶，这么近，是祖先当年贫苦，他亲身保佑，种下稻谷，才饱腹得生。其实当年能够救祖先的命。那如今他如果真的保佑我们的话，他不该不救我们的命啊！看来我还真不该有这个执念。诸位，我有一个法子。左右这井已然断了，不如将这断井租给于掌柜，待他织好新井，再将这个旧井还回来。日后这新井每卖出1匹，我们就分一笔钱给这个村子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生活。若是村中有人愿意学习织锦，或者以此为生之人，我可以为大家牵线。真的修好井。不行，这井虽然不是你们偷的，但偏偏是你们来的这天断的，说明祭神不欢迎你们。不，您说反了，是你们的井先断了，而偏偏我们来了。于掌柜织锦世家，我最擅长的是染色和挑丝配色。朱小娘是我们益州城绣工最好的娘子，我想是神让我们来帮你们修好这样井，重新开始。你们真能把井铺好？于掌柜，您可愿帮忙？蜀锦自魏晋时期便盛行，千百年来历经波折，但只要有一线生机，蜀锦人家便不会轻言放弃，所以才会有蜀锦传承，绝处逢生。防人千日，不如一朝崛起，让人再不敢轻易动念。于家强大，于家子孙自得庇佑。阿翁，这是阿爷最喜欢的井。好，好。金娘子，你要的丝线。多谢。杰帅，好剑法！来，该你了。杰帅，无妨。杨警官武功卓绝，想来定不会伤了老夫。哈哈哈哈。
难得结帅信任，那咱们不妨玩把大的。杨景兰，你要干什么？元帅，末将愿为您接旨一见。等等，老夫可没同意射他头上的那只苹果。报告元帅。你是算准了，老夫会挡住书简。早闻节帅酷爱古籍，是个爱书如命之人，节帅怎会让我毁了您的古籍呢？老夫若是没挡住呢？此剑定会停在方寸之外。有勇有谋，不错，给他勘察。谢谢节帅。走私贡井，栽赃景王，毒杀警官。牛瑾有这闲工夫？回节帅，牛将军与您相识多年，杨某也不指望凭着一方锦两句话便能获得节帅的信任。我只求节帅能予我一个探查的机会，如若属实，愿为节帅除害。若不属实呢？若不属实，牛将军一身清白，节帅与他感情更笃啊。查来查去，只怕不属实的也属实了。我听说杨警官来的目的是为了肃清益州锦业。益州是节帅的益州，锦业是节帅的锦业。杨某至此只是想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害死了我师父。你师父？上任警官沈如风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，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？是啊，沈如风确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，但不知节帅可曾听过沈清平啊？沈清平，是当年那个以一敌十，败了10国来使的沈清平。正是。节帅，据说在他做御林军统领时，开蒙过许多皇子，是有实无名的太子太傅。如此人物，怎会甘愿隐姓埋名做一个警官？又怎会客死他乡？足见姿势体大，阴谋猖獗。什么该查，什么不该查，你心里清楚。不然，长安的援兵可救不了益州的火。下官明白。不如节帅看着我查。贡品的押送本没有特定人选，只是节帅习惯了从井字营中挑选。你想找到10年前便押送过贡锦的，就只有这3位。
不知此次蜀红供给会派何人押送？你想让谁送？哎，身子骨不错，武功又高，哪天要是不做警官了，来斗军堂。徐将军，您说笑了，我这剑太短，护不了那么多人。能把一个胆大包天的给护住，就已经够不容易了。不过，还是要多谢薛将军了。医生来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，锦真的修好了吗？修好了，你看。真的修好了！快放下，快放下！这可是咱们的圣物啊！太神奇了！于掌柜啊，哦，金娘子，过几日你要有空的话，就到我府上来商谈一下那锦房过继的事情。于掌柜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要您的锦房，我想与您合作。蜀锦传承几百年，本也不是家家都有传人，而是蜀锦业守望相助，代代有传承，才有了这千秋蜀锦。不知莺莺和飞花会是否有幸能与您一道传承余家技艺？好啊，新娘子既然有如此的豪情壮志，老夫又有何不敢呢？行啊，豁出去老命，我再拼他一把。飞起来了，阿翁飞起来了！这文锦先生离不开你们几位的鼎力相助啊！那我们就准备酒菜，启锣舞，迎贵客。想看就看，菲林是。那你心里想看啊？没有。凭什么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？窈窕君子，淑女就求不得。世上的女子大多规矩都是放屁，但是你如果反抗，他们就会觉得是你在放屁。今日能够劫后余生，可多谢金娘子啊！便是没有我，像白郎君这么贼，也可以金蝉脱壳的。若白某可以自己金蝉脱壳的话，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呢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不知日后有没有机会与白郎君做生意？若是有的话，还望白郎君以诚相待。金娘子，朱掌柜，咱们一起跳起来吧！好啊！因为景房也好，文阳也好，早晚会得到。而一个有趣且有用的人，却没那么容易遇到。
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外面歹人多，我怕你识人不清，让人给卖了。见过杨警官，在下白胜。白郎君是哪里人啊？南诏人。以何为生？祖上的产业够用了。来这益州所谓何事呢？慕名而来，过来看看热闹。哟，这是慕谁的名啊？杨警官，这是在盘问在下吗？身为益州的警官，关乎锦业的一草一木、阿猫阿狗，我都有义务盘问。昨夜我与季娘子生死与共，季娘子比较了解我，要不然你问问她。哪有你说那么夸张？不过就是抢个生意罢了。不过是一起做生意罢了嘛。其实也不止生意了。阿月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回家，我阿娘就要把我逐出家门了。想走？那个人得放我们走啊！这些天没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我阿娘发现。我先去看看。屋里这么安静，应该是没发现吧？有一种静，是暴雨来临前的安静。我们悄悄进去，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只要没被县长抓住，一切好说。站住啊！阿娘，你听我解释。娘娘，过来。这性子也耍够了，该回家了吧？阿娘，我不想相亲了。哎呀，你这是着魔了吧？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啊，走，跟我回去。阿娘，三道堰的娘子们没有人比我养的蚕更好，我会染丝，还会刺绣。昨晚我还帮一个村子绣好了他们的文锦，他们都说谢谢我，夸我厉害，还叫我朱掌柜。阿娘，不用招赘婿，我也可以好好打理好家业，让你和阿爷颐养天年的。让你相亲，也是因为我跟你阿爷年纪大了。你若能找到一个可靠的夫婿，我和你阿爷才能放心啊！谁说我没有依靠？飞花会就是我的依靠。阿娘，以前都是我听你们的话，这回你就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和你阿爷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，还能害你不成？啊，我们劳心劳力的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？我自己的路我要自己去走，就算磕破了头，我也绝对不会后悔的。你中邪了，你一定是中邪了。啊，行，我劝不动你，我去找你阿爷来，让他来骂醒你。你阿爷阿娘给你选的是一条轻松的路，安全的路，你自己选的会很难走。你想清楚了吗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。好，在我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我要回家了。我总归是我阿姨阿娘的女儿，虽然他们现在不理解我，但只要有一天我能证明自己，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。
阿娘你在啊？平儿和他阿娘都走了。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您听我解释，我这一晚上没回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，阿玉和平儿都与我一起呢。阿娘，我以后再也不折腾了好几宿，赶紧去睡会儿吧。阿娘，你不怪我，也不骂我，我骂了你那么多次，管用吗？嘿嘿，阿娘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善解人意，通情达理。染丝的原料，你阿兄都已经帮你备齐全了，筹备供给耽误不得，抓紧去睡会儿，睡醒了赶紧干活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到处乱跑。好，我这就去睡。阿娘真好。快去。平儿14。啊，我带了点三华楼的糕点，我主动去跟你道歉来了。道歉？啊，我上次说错了话，惹你不开心了。我想了好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哄你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哄过别人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怎么能消气儿，我就怎么做，行吗？应该是我和你道歉才对。上次是我心里烦躁，忍不住朝你发火。我倒没事儿。那个还是因为相亲吗？我其实上次我没开玩笑。等我说服了我阿姨，我就去你家去提亲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不会着急相亲了。茵茵是女子，我也是女子，她能支撑家业，我也能。那你也不能一辈子不成亲啊！石子，谢谢你喜欢我。即便有一天我要成亲，我想要的也是一个能跟我同舟共济、同甘共苦、并肩而行的郎君，而不是你。对不起。爷才不在意。